R1 的卡钳、R1 的 IMU、R1 的 APS-G， 排气量增加50cc， 全新的外观设计把同厂牌车型都逼得无路可走。这就是雅马哈扭力大师 MT-09 2021。正如之前所承诺的，雅马哈逐步揭开2021年一系列新车款的面纱，重中之重的第一款就是 MT-09。最早于2013年推出的 MT-09 开创了雅马哈 Super Naked 系列的篇章，并在欧洲大获成功地发展出5万多名车主。接着 MT-09 于2018年在向欧洲4期环保法案过渡时，采用了在车界褒贬不一的全新杀气眉眼设计风格。随着时间流逝，当大家的审美渐渐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魅力的时候，在短短2年之后的今天，雅马哈就对 MT 家族进行了更颠覆性的改款。这里我们也可以侧面感受到这些年各大车厂的改款压力有多大。那首先我们就从最直观最吸引眼球的外观改变开始介绍。这次改款虽然依旧沿袭了雅马哈所提出的Dark Side of Japan 的核心设计理念，但最终的呈现却有着革命性的改变，重新定义了 MT 家族的标志性特征。车头部分，新一代 MT-09 的头灯设计，在经过早些时候发表的 MT-03 和 MT-125 设计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放弃了原来的眼睛概念，改为配备 LED 中央双凸透镜元件的单一主灯，其侧面则有2个线形 LED 灯条框住，使整体线条变得紧凑圆润。远远看去，感觉略微让人联想到旧款的 KTM 390 Duke。 雅马哈这次可以说是向传统的设计审美做了一个回归，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之前设计的科技感和杀气。相较于前代的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改款。无论大家觉得这样的设计漂亮与否，雅马哈都已经宣布，这代表了 MT 家族未来的设计方向。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未来一段时间在 MT 系列其他车款上看到类似的演变。也许是被改变巨大的头灯吸引了眼球，新款尾灯比较没被更多提及。 T 字形的尾灯与 G-Max 560遥相呼应，一脉相承，配合车子尾部的线条十分利落，美感十足。接着来看车体方面，全新 CF Delta Box 一体胶铸铝合金框架必然将提供更轻便、更运动的运转表现。车架、副车架和后摇臂组件全部比以前更轻薄，从而使车体的这部分减重2.3公斤。与前代的模型相比，新设计改进了纵向刚度和扭转刚度的混合方式，将受力从转向柱分配到后摇臂枢轴，最终使车子在作动时的横向刚度提高了50%。与此同时，轴距也小幅缩短，使底盘变得更紧凑，整体尺寸得到缩小。综合这一系列对车体的动作，整体带来的改变就是前叉长度缩短，转向柱前管降低了30 mm， 从而使重心前移，稍稍更热血、更战斗的骑乘姿势，也不会过于前倾。目的是使骑士在操控时能感受更大的灵活性、更好的操控感和路感反馈。简单来说，车子全方面的操控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再来看悬吊和制动部分，前轮式压缩和回弹方面进行了全新设定的新型全段预载可调 KYB 41 mm 倒立式前叉，后悬架连杆也搭配全新可调式 KYB 避震器。制动系统则是采用日清拟性之前一直配备在
在仿赛车系镜像制动总泵辐射式卡钳，咬合性能大大增强。前轮搭配298毫米双碟盘，后轮245毫米单碟盘，一切都安装在极轻的实浮感设计 SpinForge 锻造轮框上。最香的发动机部分，暂时先向后放一放。先来看看电控系统，这部分有这次改款的第2个大亮点。新款 MT-09 成为 MT 系列中首款继承了之前仅搭载在 R1 上的6轴惯性测量单元 IMU 的机车，并且青出于蓝。得益于材料的进步，此次搭载的 IMU 甚至比 R1 的版本体积更小50%，重量更轻40%。这个 IMU 其作用原理是通过连接到搭配有倾角高灵敏传感器的3段可调 TCS 循迹控制系统，可同时测量前后、左右、上下的位移以及俯仰、偏航和侧倾的数据，捕获车体在运转中的所有微小动作，并将其传达给控制辅助电脑 ECU。全新的 ECU 则搭载了多到爆的电控系统，漂移打滑控制、车轮空转控制 SCS、防固轮 Lift、发动机制动控制 BC、自主调试转弯加强型 ABS、低帽的引擎模式、3种预设驾驶模式，以及全新设计的3.5英寸彩色 TFT 屏幕，构成这款拥有有史以来最丰富电配的2021年款 MT-09。最后迎来重头戏，发动机。众所周知，这一波各大车厂相继改款自己车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适应欧洲武器环保法案的要求，因此绝大部分机车的发动机部分会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些位移，所以坊间有很多猜测，根据车身平衡配比，多出的空间会不会使得排量有所提升？果然，雅马哈经典的 CP3 3缸直列横断面引擎设计，经过8年良好而忠诚的服役后，随着孔洞的增加而发生了变化。经典3缸发动机获得了新的进气口、重新设计的燃油喷射系统和全新的排气口，并采用了类似于 R1 的新型线控油门加速器 APS-G， 加上全新打造的凸轮轴、活塞、连杆和曲轴箱，同时离合器辅助也进行了修改，以提高其灵活性，并搭配 QSS 进退档快排。这一切最终换来 42cc 的空间，总容量从 847cc 来到 889cc。MT-09 终于在字面上更实至名归，多出的 42cc 带来了巨大的性能增强。首先，4匹马力的功率增益从2020版本的最高115匹来到119匹，在转速1万转时可以达到，而最大扭矩则从87.5牛米增加到93牛米。最为震撼的是，这个最大扭矩在7000转时就可以产生，比之前的版本足降低了1500转。说到这里，相信会有人联想到近年来 MT 家族改款的增重问题，更大的发动机、更大的排气量，这些固然很好，可相应带来的车重增加，是不是会阻碍到很多新车主的决定呢？那这一点其实不用担心，雅马哈这次在造车材质选用方面也是诚意满满。尽管排气量增加，可最终居然使气缸及排气装置整体比旧款还减轻了 1.7公斤的重量。再综合上面提到的更轻的车体，2021年 MT-09 的总重只有189公斤，比旧款总共减少4公斤。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由于大部分的重量节省是来自新设计的排气管部分，那这个设计其实对于车主去进行改装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排气管排出的热量没有选择避开后轮，在行驶时是直接打在后轮上，这样的设置到底会对后轮的效能和耐久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一切都还有待我们慢慢去发现。除了上述所有之外，新款 MT-09 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更改，例如为发动机增加了新的电源配置，坐垫和油箱的形状也随着车体的升级进行了优化等等。最后来看原厂配色，此次雅马哈将提供3款原厂备选配色。官方视频显示的风暴灰与 R1 一样的雅马哈 MotoGP 厂队同色标志蓝，以及各个系列必备的消光黑。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明年1月起，美国市场将会率先供货，市售价暂定为9399美元，而在欧洲市场会需要稍多等待一些时间。新车将于2021年3月开始陆续到达各个车行，售价为9499欧元。综合以上所有配置，比旧款加价300欧元。不难看出，在当今机车市场的风向慢慢转向中低级距的背景下，雅马哈对于旗下这款 MT-09 还是钟爱有加，各种配置也是诚意满满。非常期待看到这款车后续的市场反馈以及更多的改款细节与性能表现。好，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并且持续关注我的频道。这里是 PH7，我们下次见。